很多人说，那些分手的人都是不够爱。如果你够爱一个人，就会心甘情愿地为他牺牲让步，你们就不会分开。我之前也觉得只要两个人想在一起，什么困难都可以克服，多大的难题都能一起面对。直到我自己谈了恋爱又分了手，我才突然明白这个世界上并不存在绝对正确的真理。想要相伴到老的心是真的，过不下去的痛苦也是真的。我和老韩感情最稳定的时候，我一度觉得我们的关系已经从爱人上升到了家人。我妈找不到我的时候会直接给她打电话，她爸不善言辞，但每一次和他回去吃饭的时候，他爸都记得我爱吃带鱼，总是炸好一大盘子，吃完之后还要再给我带一份。我们恋爱6年，从大学异地到毕业工作，一起去过20多个城市旅行，一起收养了一只流浪猫，一起见证了对方从青涩走向成熟。我们生活的圈子完全融合，彼此熟悉到经常动作同步，眼神一致。朋友说像我们这样的人不会分手，因为没有人能介入你们当中，也找不到对方的替代。我也觉得这辈子我们可能都跟分手这2个字无缘，但后来我们就像是陷入了怪圈，频繁的争吵，分歧不断，直到最后无法调和，选择分手。我们因为结婚的时间而争吵，我想早一点稳定下来，就能没有后顾之忧，拼搏事业。他想晚几年再结婚，觉得得等到事业稳定，才能有信心给我想要的生活。我们因为生活习惯逐渐不一样而争吵。他爱热闹，周末要约上哥们儿打球撸串儿，我喜欢在家里看电影。他抱怨我不爱社交，没有朋友，我不喜欢他把大把的时间都花在社交上。面对争吵，我们已经有了一套成熟的应对办法。他会买礼物哄我，我也不再冷脸，会顺坡下。然后2个人在一起复盘问题。可是后来的复盘，往往谁都没有办法说服谁，只是把问题搁置在那里，然后暂时平息。再往后，他没有提前告诉我，就突然换了工作，月薪少了3000，赶上试用期工资打折，钱一下子不够花，我把自己的积蓄拿出来付我们的房租。我质问他为什么不提前跟我商量，他只是觉得告诉我也不会同意，还不如不说。又过了一段时间，我和朋友聚餐，吐槽他换工作不和我说，在家不干活像个大爷似的。那会儿他正巧过来找我，全都听见了。我们2个人站在饭店门口吵到声嘶力竭。那个时候我们的感情好像受到了诅咒，急转直下。我们痛苦，但不知道该如何拯救。他喜欢南方，我喜欢北方。毕业找工作的时候，他为我来到了北京，指着路边的住宅说，总有一天我们会在这里安家。他睡觉轻，有动静他就会醒，我怕吵醒他，半夜上厕所不穿拖鞋，也不开灯。我们为了彼此做了很多的妥协和改变，也在磨合中找到了我们的相处方式。可是后来为什么我们还是不能够理解对方，不能化解矛盾？我记得最后一次争吵是在2020年疫情爆发以前的半个月，他想去日本旅行，做了攻略，就等我办签证。我看着账户余额，想到过年回去还要看双方父母，我就说咱暂且年后再去吧。然后那次他听了我的，10天之后
疫情爆发，严格限制出入境。我心里感慨说好险，幸亏没走。他在电视前抱怨说那个时候就该一起出发。我已经没有办法回溯我们的感情是从哪天开始掉线的，只是一边觉得可惜，一边又无能为力。分手之后，他妈妈给我打了电话，跟我说去苏州玩的时候给我做了一条旗袍，虽然分手了，但那个旗袍是给我的。又过了不久，我看到他去了杭州。离开北京的那天，他给我发微信说他要走了。本来最开始就是因为我才来的，他还是更喜欢有水的城市，他让我照顾好自己。今年年初他订婚了，新娘我不认识，我在朋友圈里看到之后没有说话，默默删掉了联系方式。没有任何一段感情可以不经历磕碰，相安无事地走到最后，只是有人化险为夷，有人沉入海底。对于分手的人来说，任何原因都可以成立，任何理由都能够当真。我很难过，可是我没有办法。我特别想很洒脱地跟他说一句祝你新婚快乐，但我做不到。我知道站在他身边的人本该是我的，可如今我们之间只剩下回忆了。